你从小就住在这儿？住过几年，时间不长。慢点。母亲，这位小姐是？这位就是诗怡。阿姨你好。你好，施小姐。吃过午饭了吗？还没吃呢。这几日清明，也是寒食日，没有明火烧煮食物，就不留你吃午饭了。让我儿子带你在镇江挑个合适的地方，好好招待你，好吗？好，谢谢阿姨。倒也不用出去吃，我让厨房准备些点心吧。午饭时间怎么可以让客人吃点心呢？你替妈妈好好招待她，抱歉了，施小姐。没关系，阿姨。你把客人送回去之后，晚上来跟妈妈说说话。我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。今晚没时间，那就明天上午吧。林叔，你对这边比较熟悉，找一家合适的饭店吧。好。戒指的尺寸还合适吗？有点松，但不会掉下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大概知道你的尺寸了。下一次我订订婚戒指的时候，我就有数了。嗯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没经验。难道我有经验？或者说，你有想象过吗？谁会想象这个啊？那我自己再了解了解。我以为我提前告诉你我母亲的态度，你能有个心理准备，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心情不好。没想到你妈妈排斥的那么厉害。她很看重这件事情。从我成年开始，
他就开始准备我结婚的事了。一个人准备了10几年的礼物，最后发现毫无用处，失落也是难免的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他看我的眼神，让我以为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不礼貌的事儿，让他失望。他以前跟你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？好奇啊？一点点。如果能让你开心一点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，让你看看。嗯。您说。这个里面，就是我母亲给我安排的所有见过面的女孩子的照片。这么多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真的要看？为什么不看啊？难道里面有你前女友？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这个和你挺配的啊。怎么不试着交往交往？万一合适呢？这个太久远了，我都忘了。还装？大哥，你们怎么也出来了？这几天家里不是冷盘就是冷盘，没食欲，出来打打牙祭。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没事。这是我弟弟周生人。这些。大哥你不认识，我来吧。姐姐，这是你未来的兄嫂唐小福，那是你未来的堂妹周文芳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不然我们找一个大的包间吧。11姐姐，这次来你能多待2天吗？你要是在的话，我们也有理由出来吃好吃的。这次时间有点紧，下次吧。这2天睡觉总害怕。11小姐，你要住老宅，你怕吗？还好吧。如果我是你啊，就仗着怀宝宝逃开那个鬼地方。我已经仗着怀宝宝没祭祖，再不住过去，怕被爸妈训了。好在4年1次，否则常州那个地方真会发疯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回来最后定在哪儿工作了？西安吗？还没定呢。要真在这儿，你们是不是要把房子给搬过来啊？诗怡的工作在上海，跟我去西安不方便。最后，可能我会2个地方来回跑。哦。分君想感情，千万抓住他，别让他去。夫妻要在同一个屋檐下才叫过日子。是啊，难道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让11一个人照顾？就算别人能帮忙带，爸爸也不能缺席。我们还没想那么远呢。哎呦，这热恋中的人啊，眼里见不到现实问题。大哥，你是男人，你要先想好。我知道。某人语气敷衍哦。我没敷衍，我已经在考虑了。你经常会来这里啊？不经常，不过我叔叔和我爸爸关系最好。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他们之间的关系
我明白了。你什么时候离开镇江？后天。祭祖后我会离开半个月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去你家谈订婚的细节。你妈妈的意见不需要考虑吗？在这件事上，只有一个女人的意见值得采纳，那就是你。哦。可我以后总要面对她的。会好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你一下。我工作起来之后，就很难保证可以随时接到电话，所以我想跟你约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天可以通通电话。每天？好啊，我可以。我一般是起床后、午饭前还有睡觉前，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空。好，那就这3个时间点。具体的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好，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那我进去了。路上小心。这除了是纯金的，还有什么说法吗？看着也不像古董。没有吧？和我们小时候的一样。这比他妈妈送的礼物差多了。难道他们家是他妈妈掌管经济大权，他是个空壳子？你想的比我还多。金锁多朴实，我喜欢。你喜欢我送你啊？我有可多了。满月的时候亲戚来吃酒，送了我10几个，都在我爸妈卧室抽屉里，都给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们家开招商会，你不发言让我发言，差点紧张死我了。这如果是我的专业，那没问题。但像这种商业领域的会议啊，我还是觉得你合适。刚刚你不是讲的挺好的吗？哎呦，谢谢大教授给机会啊。联系11了吗？联系了，早上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了早安。然后晚上再打一个电话，道晚安。还有中午11点的一个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要你未婚妻觉得没问题，我没什么发言权。没问题吧？他在电话里的情绪还不错，笑了2次。不错。哎，小周专程为了送我们来一趟，真是有心了啊！这孩子规矩做得足，很有丝毫的浮躁和傲气，像是个搞科研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平时在一起不觉得无聊啊？啊，不无聊啊。那每天准时3个电话，会不会很刻板啊？啊？我反而觉得他对我很认真。哦，喜欢了怎么都行是吧？叔叔，阿姨，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之后，我就先去家里正式的拜访你们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啊！我们一直在上海，你随时可以来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好，
一路平安。好，再见。那我走了，在后排也要记得系安全带啊。迟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车都走远了，还看呢？走吧，车在那边呢。我都回来1个小时了，你也不和我说话。你不是回来收拾东西、洗澡，刚忙活完吗？哎，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嗯，说吧。我和周深沉在镇江见面了，猜到你们俩什么主要见的。见面了，发展顺利啊。他约你，你约他，他约我。开窍，完全开窍。西安那会儿还榆木疙瘩呢。再见，是不是？接着说，约着干嘛？看电影？吃饭？不好说呀。该不会是跑了？没有，我就说没那么快。周深沉这人吧，虽然我没见过几次，但看得出来是个保守人。他跟我求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跟我求婚了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？想结婚了呗。你答应了？万万没想到，我身边唯一一个闪婚的人是你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不过感觉还不错。看得出来，你现在满面春光。是。可是他不是在德国工作吗？那你们俩结婚之后要怎么办？准备两国分居啊？他早打算回来了，之前去西安就是为了筹备新实验室的事儿。前几天飞过去辞职，估计要交接几个月才能彻底回来。哦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女儿知道，娘想以自己的命换我一命，但女儿无法逃。我不能让娘替我去死，更不能连累清河郡的上千族人。我自入王府，得师父教诲，得同门爱护，从未有过分毫悔。